想象一下，你坐上一台时光机，回到了1999年的除夕夜。当时全世界都在讨论一件事情：互联网。那是一个只要你的公司名字挂上 .com， 市值就能在1天内翻倍的疯狂时代。25年后的今天，站在2026年的街头，你是否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、熟悉的气息？是的，那就是 AI。从晶片霸主辉达到矽谷的每一个车库创业，所有人都在说，这是一场比工业革命更伟大的变革。当我们把当年的纳斯达克指数和现在的 AI 概念股走势图放在一起对比时，那种惊人的相似度让无数老牌投资大师惊出一身冷汗。同样的直线上升，同样的全民狂热，同样的这次不一样。但是，历史真的会简单的重复吗？我们现在正处于1999年崩溃前夕的最后狂欢，还是像1995年网景浏览器刚诞生时那样，仅仅处于一个长达10年黄金盛世的开端？为了看清真相，我们必须拨开情绪的迷雾，回到财务报表的最底层，去拆解这2场科技浪潮背后的真正基因。今天，我们就来一场跨越25年的深度对决，看看眼前的 AI究竟是改变世界的发动机，还是即将破裂的历史最大泡沫。了解前，麻烦先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能分享让更多人看到。要理解 AI 是否有泡沫，我们必须先看清什么是真正的泡沫。回到2000年，那是一个物理法则似乎失效的年代。当时的互联网刚进入大众视野，对投资者来说，互联网就像一根点金棒，任何传统行业只要加上 .com 后缀，身价立马翻倍。当时评价一家公司的标准不是利润，而是一个神秘的词——眼球数。只要你的网站有人看、有点击，哪怕你每卖出一件商品都在亏钱，华尔街也会疯狂给你投钱。最著名的例子就是 Pets.com， 他们花200万美金在超级杯打广告，只为了卖出一堆亏本的宠物粮食。那是一场草根的狂欢。数据显示，当时 IPO 的科技公司中有80%完全没有盈利。更荒唐的是，公司上市首日的平均涨幅高达70%。当时的人们深信，只要抢到原始股，你就拿到了通往财富自由的门票。在基础设施层面，当年的铲子制造商是思科。为了建设互联网，电信巨头们借了数千亿美金来铺设光纤。但问题是，当年的网速慢得惊人，大数据、云计算、流媒体在当时只是幻想。我们建好了超级高速公路，但路上面跑的却只有脚踏车。最后泡沫出现了。2000年3月，美联储连续加息，加上千年虫危机的开支结束，吹到极致的气球终于爆裂。短短2年内，纳斯达克跌掉了78%的市值，无数神话灰飞烟灭。这就是我们对泡沫的共同记忆：极度的投机、零获利以及超前的建设。现在，让我们把目光拉回到2026年。很多人说 AI 是泡沫，但如果你仔细观察，会发现这次的基因完全不同。2000年的网络公司多数是3无产品，无营收、无利润、无护城河。但今天的 AI 浪潮是由地球上最有钱、获利能力最强的巨头在主导。我们来看这组震撼的数据：2000年巅峰时期的思科，市盈率高达100倍以上，但它的获利增速完全跟不上股价。而现在的辉达，虽然股价惊人，但它的净利润在过去2年内翻了数倍。这不是靠讲故事换来的，而是各家企业排队拿着现金，跪着求它卖晶片换来的实打实的营收。这就是本质区别军备竞赛。在2000年网络是选配，很多企业还在犹豫要不要架官网，但到了2026年 ，AI 是生存。对微软、谷歌、Meta 这些巨头来说，他们每年砸下数百亿美金投资 AI， 并不是因为他们疯了，而是因为不跟进就等死。这是一场关于算力主权的生存战争。更有力的论据在于财务报表。现在的科技巨头，
每年的自由现金流高达数千亿美金。当年.com 公司是靠融资借钱烧掉的，而现在的 AI 巨头是用自己赚来的利润在投资未来。即便 AI 的变现速度慢一点，这些公司依然拥有极强的抗风险能力，不至于像当年那样一触即溃。互联网当初解决的是讯息流动，而 AI 正在解决的是生产力边际成本。当 AI 开始帮药厂研发新药，帮工程师写代码，帮律师分析文件时，它就不再是泡沫，而是一台正在启动的有史以来最高效的发动机。说了这么多 AI 的优势，难道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答案是否定的。虽然底层晶片公司在赚钱，但一个致命的疑问正在市场上方盘旋：钱是烧出去了，那回报在哪里？这是所有泡沫破裂的前兆。如果买晶片的公司赚不到钱，这场游戏就会难以为继。第一个裂痕是边际效益递减。在2000年，网速从拨接到宽频，体验是值的飞跃。但在2026年，大模型的训练成本正在呈指数级增加。我们投入了10倍的算力，10倍的数据，但模型变得更聪明了吗？还是只是变得更臃肿了？如果 AI 的能力遇到天花板，那数千亿美金的投入将变成史上最昂贵的沉没成本。第二个裂痕是物理极限。AI 不是魔法，它需要大量的电力和水来冷却。现在，算力的增长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电网的负荷。在2026年的今天，限制 AI 发展的可能不再是天才的算法，而是变压器够不够用，发电厂够不够多。当能源成本高到让 AI 的运算比人工还贵时，商业逻辑就会崩溃。第三个裂痕是版权与监管。AI 发展的底层逻辑是抓取人类所有的知识，但现在版权保护的巨浪已经袭来。如果法律判定大模型的训练必须支付巨额版权费，或者某些数据被禁止使用，那么 AI 的进步速度将会被强行拉入慢车道。最后，我们要警惕应用层的洗牌。那些仅仅是套用别人的模型，没有核心技术的公司，正处于最危险的泡沫中心。他们就像2000年那些卖宠物粮食的网站一样，在巨头的挤压下，第一波倒下的就会是他们。既然危险就在身后，我们该恐惧吗？让我们再次回到2000年，那场泡沫破裂后，纳斯达克确实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寒冬，但也正是在那片废墟中，亚马逊、谷歌、网飞存活了下来，并最终重塑了世界。泡沫让投机者被带走了，却留下了真正的基石。2026年的 AI 浪潮或许也会经历一场痛苦的洗牌，但请记住，洗牌不代表技术的终结，而是愿景转向现实的必经之路。未来的幸存者不会是那些天天喊着 AI 口号的公司，而是那些真正利用 AI 降低了50%成本，或是创造了全新用户体验的实干者。作为观察者或投资者，我们不需要预测气球何时破裂，而需要观察谁在泡沫中裸泳，谁又在认真造船。AI 不是一场几个月的短跑，而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马拉松。它会像电、像互联网一样，彻底融入我们的血管。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，但它确实会带着相似的韵律。面对这场世纪大戏，保持敬畏，但不要失去好奇心。如果你喜欢这种深度的对比分析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一起见证这个波澜壮阔的 AI 时代。